着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突然百孔千疮。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多滚烫，燃烧着理想，棱角与锋芒。别去想那些失望，梦想都终将绽放，终将绽放。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跟小安解释以后他见不到他爸爸？你怎么跟他说？出国读书，出国呀，那就不用解释了。钱呢？我有啊。谁给的？季玉当初净身出户，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那是他自愿的。是，他是自愿。可是他之所以自愿，是因为他想让你跟小安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能安生一些。他绝对不会想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什么不告诉你？你早就知道，就是不肯说。你这没头没脑的，你指什么呀？蓉蓉，早知道了是吧？就瞒着我。我之前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不骗你，在这事儿出之前，我也很久很久没见季玉了。我跟你说，我最讨厌这个人。原来为了巴结你，一天到晚围着我解长解短的，后来用完了，说走立马走了，特别势利。现在知道不合适了吧？也不敢说，也不让人说了吧？这缺心眼的，还挺听他的。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让他见小安？我还能做什么？你教教我，我还能怎么做？他每次出现都是一副胜利者的样子，你瞧他嘚瑟的，全世界就他最好，就他最棒，就他最会嫁人，就他最会结婚，就他最会当女人。他是谁呀？我还要接受他教育我的孩子怎么做人，他给我孩子买礼物，啊，在小安面前表现的他跟圣母一样，他多成功啊，我多失败啊！姐呀，小安，哎呦，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有。哦，舅舅，我跳的可好了，老师还表扬我了。怎么表扬的？老师说我又进步了。真棒！他们把我跳舞的视频发到快手上了，好多人给我点赞呢。是吗？嗯，太棒！舅舅，你能来看我演出吗？当然可以，没问题。那你跟舅舅说，你还想请谁来看你演出？我还想让爸爸来看我表演，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小安，你在跟舅舅嘀咕什么呢？舅舅累了，赶紧下。哎，妈妈，爸爸能来看我演出吗？爸爸出差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忙。好吧。我们拍张照片吧，好不好？在这儿，来，来，让舅舅先给妈妈拍，来。来啊！好，来看舅舅啊！
演出成功。小朋友来这边集合。哎，这边。啊。走啊！金玉，快上车，我带你去见小安。哎，金玉，咱还立案呢。别着急，肯定能赶上。慢点喝，慢点喝啊！啊，轮到你了，去吧，去吧。走。啊。慢点。你好，后台在这儿是吧？啊，好，谢谢。哟，不好意思，先生，这是后台，不能。知道后台，我女儿演出叫纪晓岚，她一会儿跳舞，你让我进去看一下不得了吗？不好意思，先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其他家长不都进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你通融一下，我进去一下。现在家长已经往外走了，您。爸爸，你怎么来了？爸爸想你了，爸爸来看你。爸爸来看你。我也想你了。爸爸妈妈不是说你出差不回来了吗？小韩有演出，爸爸得来。今天演小公主还是演谁？小公主。我的小安就是公主。想不想爸爸？想。有多想？做梦都想。爸爸做梦也想你。想死你了。小天鹅太精彩了！通过舞蹈和形体培养女孩们的快乐、优雅、健康，将是红舞协一直的教育理念。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感谢家长们。
那小安，睡着了哈，来，爸爸抱啊，挑累，哎呦，那乖，一会儿回去睡啊，这一会儿感冒了该。送上去吧。啊，好。谢谢。行了，来，先把鞋子脱了啊。还有这只，来，给你盖被子啊。爸爸，嘿，妈妈说要带我出国读书，我不想去。爸爸，你能跟妈妈说我不走行吗？好，爸爸跟妈妈说，不让他带你出国，也不让他走，你们两个都不走，好不好？好，刚才都睡着了，困了啊，累了，接着睡吧。这儿有一只鸭子啊，我们一起陪你。这是火烈鸟，爸爸。哦，火烈鸟啊，它有名字吗？有，叫什么？它叫火火。火火，哦，火火是火烈鸟。好的，知道了。爸爸跟火火一起看着你睡，好吗？快闭上眼睛。我叫火火，来自南美洲，就是为了遇见你，小安。快睡觉，小安，快睡，快睡。什么呀？这小安的课程表。他奶奶要是想他的话，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吧。就是不走了是吗？不知道。那就是不走了，不走了。
骆律师，我是长生。我知道你是谁。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知道你会在这边跑步，所以我就跑到这边来了。哎，我真是跑过来的。我还知道你是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啊。是廖佳敏告诉你的。肖凯丽说的。骆律师，我之所以没去你的律师事务所，我是想……我懂。我想求您帮个忙，劝肖凯丽把王慧珠从被告名单里撤掉。我喜欢跟你聊天。廖佳敏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做不到。只要您愿意做，您一定能做到。您恭维我？我没有。肖凯丽不是小三儿。我和王慧珠离婚，与她无关。不管有关无关，都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我不跟你谈法律，您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我肯定谈不过您。即使我答应你的要求，去劝说肖凯丽，其结果很可能也是肖凯丽愤然离去，换一家律所。你要清楚，只要他想告，他一定可以告的。你难道要一家一家的律所挨着牌子去打招呼吗？不，我只是要求，不，我请求您收掉这场官司。王慧珠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她是我们的股东，也是我的前妻，我们俩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替她保守这个秘密。你是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你们公司的股价会波动的？您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他在网上怼天怼地的，我都一直一言不发。你可以一言不发，但是肖凯丽不愿意忍受，对吧？我本来寄希望于我的法律顾问，让肖凯丽把这个官司撤了。啊，王慧珠骂了，骂就骂吧，把他删掉就行了。没想到肖凯丽也没那么懂事儿，他知道廖佳敏是你的律师，就跑来找我了。我知道，这个官司，另换一个律师，也未必能打得赢。可是您从来就没输过。谢谢你的夸奖，但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不要跟着我。罗律师，如果王慧珠输了，她会跳楼的。她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果她真有精神疾病，法院不会判她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有这个病啊，尤其是我的女儿，她现在在外国读书，她如果知道了，会因此伤心难过的。你的意思是什么事情都要你合适？恕我直言，你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更自私的人。谢谢你了解我。我的建议是，肖凯丽告谁都行，告平台，告转发大户，告谁都行，只要把王慧珠的名字从被告人的名单上撤除就行了。这一点您能做到？我只是一个律师，我要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您可不是一般的律师。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罗律师，打赢一场官司对您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如果你明明知道你会赢，你也明明知道输的人会死去，您还要不要赢？你确实是个混蛋。为什么是我啊？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告王慧珠，而且当时你已经说服我了。我说服你了？我怎么觉得当时你是想把我吃了呢？我不吃人。我跟肖凯丽关系不好，她不会听我的。其实有时候，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打官司，是因为愤怒的火焰使他们失去了理智。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到底是要把这团愤怒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呢，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也许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后悔，会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拦我一下，事情也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糕。你告诉肖凯丽，我可以返还我的律师费，我只是希望他尊重我的律师意见，让他
只告网络平台和转发的网络大 V，不追究王慧珠。那如果他不同意呢？你会让他同意的。鉴于王慧珠女士已经履行了删除的相关义务，我的当事人撤回了要求王慧珠女士赔礼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现起诉要求，网 YY 公司及刘颖君分别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4.5万元。审判长，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发表其他的答辩意见。涉案微博中对 X 姓女士的描述宏观而概括，主观上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客观上也不足以使公众推断文字所指即为肖凯丽女士。本案中，在可以同时满足7项个人特征要素总和的人里，足以让一般合理之人将肖凯丽女士与文中的绿茶 X 直接或高度对应，从而理解为该指向性传播被特意用来指称原告肖凯丽女士。从实际情况看，刻意解读者比例极少，且猜测是五花八门，并未造成公众对肖女士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构成。鉴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可受社会人伦道德及主流价值观非难的情事，足以损坏他人的名誉，从而降低社会评价。我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通则诉讼时效规定，沈格格所持有对账单诉讼的有效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但是如果按照今年年初吕老板给沈格格确认存在质量问题，同意扣款的便条，沈格格的应收款诉讼时效应该从双方最后一次对账算起，那就正好在诉讼时效范围内了。太好了，确实是太好了，哈哈。你认为我没有发现对账单超过了诉讼时效吗？没有。没有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个白痴？我没有发现诉讼时效问题？不，这个我说的没有是，我没有这样认为，因为大家都认为您是一个严肃、严谨、不苟言笑的律师，这是一个好律师应该具备的条件，严肃、严谨。那他们是怎么评价罗宾的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您的助理，所以他们不可能在我面前去评价罗宾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助理，就不在你的面前评价罗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和罗宾是明争暗斗。我和罗宾之间不存在什么明争暗斗啊，我们只是在做人和做事上存在着分歧，但是我们开诚布公，从来没有虚伪的面对自己，也没有虚伪的面对对方，我们不是虚情假意的人，罗律，这个案子谢谢您，去歇待机吧。哎，回律所吗？可以打我的车。不，我还有事，你走吧。我还顾虑。谢谢。哇，谢谢。你这开庭的时间够长的呀，刚更新的关卡都被我打通关了。 4个小时我就说了一句话，
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决定不发表任何答辩意见。4个小时就这一句，累死我了。对了，罗宾说让我谢谢你。我现在回律所啊！忽然通知我们要开会，早知道我搭罗宾车一块儿回去了。我先走了啊！哎，我跟你一块儿走吧，你送我。你又不怕被人看见了？谁怕谁小狗啊！走。天哪！喂，您好，我是里程专车司机，我已经到了。哎，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出来呢，师傅，稍等我们一下啊。这套诉讼文件是已经在香港办理了公证和认证手续的，但是送到法院去立案的时候，被立案庭拒收了。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翻着看看，看看啊，分一分。这就是你们干的工作。发现问题了吗？应该是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听见了吗？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多么低级的错误！因为错了这一个字儿，我们就被拒收了。这拒收意味着什么？方小天，你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做一套诉讼文件。你说的是句实话啊，但这是句废话。还有呢？可能还要再多花几万块钱。比这严重。高峰，你说。文件被法院退回，需要重新签署。可是这样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了诉讼时效。由于我们的错误啊，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客户就会起诉我们，就会要求我们赔偿。这份诉讼文件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让他的实习生帮着起草的。我怀疑啊，他自己就没有看，就直接把它发出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现在弄得我们律所很被动，我们还要专程派人飞到香港去给客户道歉，请求谅解。如果客户不谅解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的律所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位资深的律师呢，恐怕也要被告到倾家荡产。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我管理的实习生的队伍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你们每个人要参加律所的职业训练，并且通过考核。具体的说，就是由我来决定你们是否可以继续在全景待下去。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人情，现在你是让我来还呢。我是代表我们律所来给您道歉的，希望能征得您的原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量弥补我们的过失。当初如果没有你鼎力相助，我钟宇现在恐怕还在吃牢饭。你说什么呀？那是您吉人自有天相。我曾经是你的客户，但是后来你去留学了，就换顾杰接手。我对这个顾杰啊不太满意。是罗宾老师出的问题啊？我只给他订了1天的酒店。这件事呢，我可以不追究。重新准备一份诉讼文件，加急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多花一点钱而已。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以后你来做我的法律顾问，你来管我的事，我不想再跟顾杰打交道。这不太好。我知道你在考虑你跟顾杰的关系，你们毕竟是同事，他呢又是创始合伙人，你要顾及他的面子。但是，你们律所应该考虑到客户的感受啊，还有客户的利益啊。哎，如果你觉得你说不出口，那我直接找你老板去说了啊。封印我也很熟的，周总，
是这样，顾杰最近家里的事情非常多，他父亲住院了，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你知道这个人比较好强，他跟谁也不说，所以人都理解。哎呀，他应该早点告诉我，所以我会告诉他，赶紧去照顾好父亲，不要来照顾我了。客户可以换别人来照顾啊，但孝亲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替代。你再考虑考虑，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哎呀，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替他求情了。哎，我们公司也有董事会，有大股东的。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总得给他们一个说法吧。这样吧，我就这么说啊，人家律所呢，已经道歉了，啊，也同意补偿，还给咱们换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是他们律所里面最棒的律师，曾经得过全亚洲最佳律师的荣誉，一般人都请不到的。现在这位大律师同意接我们公司的案子，做我们的法律顾问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再追究对方律所的过失。我这么说的话，应该就能说服董事会的大股东了，你觉得呢？罗律好。顾姐在封印办公室，在告状吗？他会恨你的。我让他免于被告，免于被追偿损失。但你让他丢了客户，是他自己丢了客户。如果是他自己丢了客户，他会恨客户；如果是你让他丢了客户，他就会恨你。麻烦你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哎，你知道封印和顾杰他们俩在吵什么呢吗？不知道啊，吵什么呀？你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罗宾揪住一字之差，直接让客户炒了顾姐。你们的一字之差可以让律所成为被告，本来人家告的是顾大律师。丽娜老师，罗宾找你。哦，好。广东省弄成广州省是你干的吧？哦，那个是客户送来的文件，那个文件它本来就是错的。啊，人家弄错了，你也没看出来啊？文件送过来，我就直接交给顾杰老师了。这么说来，是你替顾杰老师背的黑锅了。外面可都说是他实习生干的。他那么多实习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现在他们双方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是要你都跟周宇说了我什么？我一直在恳请他，希望他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我父亲病了，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谅解你。结果就是他变成了你的客户。没错，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他很可能会起诉律所，你也会因为你的过错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同时，你一样会失去他，因为他对你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你这一次一个字的失误。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是你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打断了我和我助理的正常工作，并且质问我到底跟钟宇说了什么，好吗？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就自己飞过去直接找他了。顾大律师，我希望你能想起来，当初是你找我，你说钟老板不肯接你的电话，是你在求我。是我求你，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跟钟老板关系好，你们有交情，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让钟老板换了我。原来你是这样想问题的。好，那我现在认真告诉你，我没有。那你怎么解释现在钟老板变成了你的客户？实力。什么？实力。如果你有实力，你可以抢回去。我所有的客户你随便抢，欢迎竞争，愿赌服输。你好，罗宾办公室。你继续。他们公司在员工的电脑里面安装了监控软件，所以前运营总监在投出简历半小时之后就遭到了公司的辞退。运营总监认为公司侵犯了他的隐私权。他们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这个一会儿等白总过来，我们可以问一下。白金红已经到了，比预约提前了40分钟。罗律师，气死我了！别生气，有什么话坐下说。我们的设计总监，我对他多好啊！设计总监？白总说的是前设计总监，不是我。气死我！不是，运营总监在告你们侵犯他电脑吗？对，是前运营总监在告我们。可是我要告的是前设计总监，那是2个人2个事。那你们公司真的挺有意思的，前高管离职，不是告公司，就是被你们公司告，全是白眼狼。我们那个运营总监，我要不是安了监控软件，我都不知道他一边在我这拿着高薪，一边跟对手的公司眉来眼去，他还有脸告我。还有我们那个设计总监更过分，他说他父亲生病要回去看他，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走了，我还给了他2万块钱。你说我做的已经很好了吧？可是他怎么对我，气死我了。你先别生气，啊，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问一下。问。你们公司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有什么区别吗？针对各类职场常见的监控行为，法律上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判断是否侵犯其隐私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事先告知。监控软件是安在我们公司电脑上，公司电脑是公司资产。我在我自己公司的电脑上安监控软件，还要事先告知吗？但是员工会认为说，你连上个网、查个快递都会被公司盯着。我每年拿出10多万安监控软件，我不是盯他们查快递的，我是要看他们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我干活。否则，你花8个小时干活，5个小时网上购物，3个小时糊弄工作，那我给你和花8个小时干活的员工一样开钱，那我不是被他们耍了吗？不是说不能监控，而是说安装之前有没有事先告知。我是想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规定工作时间不允许做工作以外的事情？当然。这员工手册上都有的，而且白总明确跟大家都说了，公司电脑是大家上班的时候用的，不可以把个人信息通过公司平台传播，公司技术部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就 OK 了。既然员工手册有明确规定，公司的电脑只能用于工作，而且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那么就不构成侵犯隐私。当然不构成。身为运营总监，在我们公司给其他公司发邮件、投简历，这样的高管，你说留在公司留着过年啊？没错，这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罗宾他不是这种人。哪种人？他断然不会抢您的客户的。白金红就是我的客户。大家都知道白金红是您的朋友，不是您的客户。他不会娶你的。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今天去见客户了，还跟客户吃饭了。对，是他请的我。
他跟我咨询一些关于并购方面的问题。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谢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真这么认为吗？事实就是事实，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那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同时呢，你也这么认为？还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并不一定这么认为？这句话既不是事实，我也不这么认为，就是一句客套话，行了吧？你是不是现在特别想打人？我不打女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友好。我对你很友好啊，我只是用你平时的方式对待了你。你不是经常标榜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沟通方式是忠言逆耳、实事求是吗？好，那我理解你的好意，那我就从今天开始努力学着用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说客套话。